台北车站泡一天轻轻松松，北车一日游，跟着我们一起吃遍北车的美食，看看北车有哪些免费又好玩的景点吧。那我们就出发咯 ，Let's go！ 台北车站一日游，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住宿，是位于华阴街跟太原路交叉口的这栋建筑物 Minder 1948。首先来看它4楼的公共区域吧，一个大中岛，这个打开就是饮用水，有免费的咖啡机、茶包、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、洗手槽。书架进去就是公共区的休息区域啦。入住当天要等待 check in， 也可以在这边休息哦。它的冷气很凉，座椅也还蛮舒适宽敞的，还有个小夹层可以上去哦。这里很可爱耶，是爱人会喜欢的小角落，也可以坐在这边看书休息。只要的楼梯有点陡，下楼要小心。这边因为是老屋修复重建的，所以它的建筑设计很有风味。这里呢还有个小阳台，可以出去晒晒太阳。这个阳台有个小缺点，都是蛮多小黑蚊的。刚刚有说啊，这里是老屋重建哦，那这栋甚至是有得到老屋新生大奖里面的金奖。这里有一些关于它的介绍，有一些大家可爱的留言，还有一些漂亮的明信片。总体来说，我们觉得公共区不错，还蛮舒服的。台湾现在很多住宿都已经不附一次性的用品了，需要的人也可以在4楼这边购买。耳塞是免费领取的，刮胡刀1个10元，牙膏牙刷1套10元。洗衣机、烘衣机都在4楼。民宿这边还有免费的导览行程，可以在1楼报名哦。1楼会有80元的餐点抵用券，这些店家都可以做折抵哦。旁边有英文版的，扫 QR code 会直接连到 Google Map。如果是睡上下铺的人想必就会使用到它这边公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。这它公共的洗手间还不错。淋浴间的话在3楼，我们来去看看淋浴间。淋浴间也还蛮大间的，而且很干净。这边是吹头发、刷牙、洗脸的地方。那还有女性专属淋浴间在2楼。接着来开箱我们的房间，我们住的是407房，附阳台的双人房啊。双人床就普通双人床的大小，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床的硬度哦。床偏硬，蛮弹的，我们觉得算好睡。那枕头偏软偏高，桌椅在枕头旁边，那椅子只有1张。洗手台直接在外面的，我们自己很喜欢这样，觉得很方便哦。这点喜好可能就因人而异了。那有优点是它的走道很大哦，这空间是2个行李箱直接打开都没有问题的。镜子只能照半身，没有全身镜，小扣分。有个小冰箱，里面有附2瓶冰水，旁边有多附1个滚筒卫生纸、吹风机、2双拖鞋。再来看看厕浴，干湿分离的，厕所就一般的马桶，没有免治。以木质为比例尺，淋浴空间大概这样，站2个人就满了。有附洗发乳、润发乳、沐浴乳。优点是热水热得很快哦，3秒就热了。缺点是它的莲蓬头不能调高度哦。吹风机风力 OK， 有附1个节目表，电视小小1台。房间有些结合老屋翻新的小设计，还蛮可爱的。来看看外面阳台的空间，1张小桌子，2张椅子，看过去是对面住家，看下去就是华阴街商圈。晚上还蛮有氛围的，这是晚上看下去的样子。它插座有这个 USB 孔的，还不错。这边有个比较大的缺点，是它隔音没有非常好。像我们住的是407房，旁边是公共空间，所以会比较吵。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，建议订房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你房间的位置哦，不要离公共空间太近比较好。我们来吃这间 Twin Brothers Coffee， 也是民宿合作的店家哦。它早上7点半就营业了，可以来这边吃早餐。那最有名的是它这边的肉桂卷，只是因为我们不吃。喜欢肉桂卷可以来试试看哦。这边直接有个透明玻璃，可以看到它制作过程。我们点了一杯黑莓拿铁，还有黑糖拿铁。黑糖有炙烧过的焦香味，喝起来稍甜。黑莓的风味比较少见哦，所以点点看。第一口莓果微酸的味道很突出，后面喝习惯了还蛮顺的。
除了肉桂卷之外啊，他们家的可丽露也是很多人推荐的。我们点了一个抹茶可丽露，它的外部微脆，咬下去里面有些湿润，如绵密冰淇淋的口感，不会过甜，连没有很喜欢吃可丽露的语言啊，都觉得还蛮好吃的，相当适合搭配咖啡。牛肉起司可颂用料还蛮实在的，气势满满，牛肉也够扎实。可惜的是它的可颂只是普通的简易可颂啊，吃起来就是一般的软面包，没有咬下去酥脆的口感。吃完早餐之后，正式开启我们台北车站一日游啦！先穿过这个台北车站大厅，这是台湾铁路、台湾高铁及台北捷运三铁共构的车站大厅，有名的黑白相间之地。穿过北车大厅，来到补习街。我们来到228和平公园，这座公园保存了许多台湾日治时期的建筑群及纪念碑等的历史文物。这是翠亨阁，位于池塘正中间，是1961年代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而建的中国古典式亭阁。看过去远远有个长长避雷针的，就是228和平纪念碑。它上面避雷针的形状啊，是采自基隆港码头起重机的钢架，说明镇压228事件的军队是从基隆码头登岸的。立方体的设计传达是大自然是圆球体，立方体是从圆球体切割而成的，说明自然的秩序因人为的错误而破坏，希望再以人为的力量恢复成自然的和谐。水池上浮着一粒粒的黑色钢球，象征亡者所流的滴滴鲜血。踏着阴石进入，向死亡者哀悼。沿着瓮走一圈之后，踩着羊石走出，表示走出悲伤，回到人世间。露天音乐台，228福德宫。从福德宫的方向这边看出去就是总统府和平钟。这边有个健康步道，可以脱鞋踩在上面，感受一下你脚底的血液。好痛啊！我们狂被旁边的阿姨笑。这栋建筑就是台北228纪念馆啦，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免费参观。走到公园的尽头，有一些运动器材，还有游乐设施可以玩。这里有展示腾云号，是台湾第一部的蒸汽机车，刘铭传向德国购入的。公园对面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古生物馆兼土鹰展示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观。穿过武昌街一段，可以看到台湾省城隍庙牌楼。这边有一座台湾省城隍庙，城隍爷作为地方的守护神啊，被认为是阴与阳间的重要桥梁。台湾省城隍庙看过去，对面是明星咖啡馆，1楼是卖面包糕点，2楼是吃俄罗斯菜的餐厅，听说营业有100年之久。接着步行1分钟，来到武昌街一段22巷里面。没来过的话，你一定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市场，这也是城中市场，鞋子、生活用品、小吃这边都有卖，非常复古，东西都很便宜哦。台湾夏天毕竟还是很热的，我们来这间乐透咖啡坐着休息一下吧。低消是一杯饮料，是间无限时咖啡厅，里面狭长，座位宽敞，都有插头可以使用。走到底有个小小的会议间，还有一些书籍漫画可以看。我们各点了一杯美式，一杯是140元，续杯半价。最重要是里面有3只猫猫。它这边算是猫中途咖啡厅，所以里面的猫猫都是可以领养的哦。它们好乖，好心人，也好可爱哦！天哪，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天堂耶！接下来1分钟，我们就要看这里的猫猫有多可爱吧。
饿死鬼的我们一下就饿了。经过这间山东牛肉面大排长龙哦，喜欢吃清淡口味牛肉面的人可以参考。那我来吃这个北车最好吃的港式烧腊店好味港式快餐。一样是人满为患呐、还有免费的四神汤可以装来喝哦，味道还不错。木子点的是烧肉还有油鸡的双拼，烧肉皮脆，肥肉适中，吃起来下饭。油鸡有玫瑰露的味道，肉量 OK， 跟油葱绝配。云点是叉烧和香肠的双拼，叉烧肉质有弹性，不干柴，咸甜刚好。香肠的比较普通了，比较没有记忆点哦，吃下来饱足感满满。夏天真的太热，还是得来一下室内景点哦。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，这个我们在室内景点那一集也有介绍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哦。那我们会再来，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它又换展览啦。这次的展览是虚空之境，在阐述一个人在追逐早已毁灭的乌托邦，努力与生命法则抗衡的社会哦。我们所住的城市因为气候变迁的猛烈冲击，已经逐渐瓦解了。过去人类相信资源无限发展永恒，可以主宰大自然，这种想法早就不再成立了。每次都觉得他这边展览主题很有趣传达的方式也很棒。免费的摄影艺术展喜欢的人非常建议可以来看看。它大概是每3到6个月会换一次主题。看到这栋漂亮的建筑，这是邮政博物馆台北馆。外面如果很热或是下雨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参观，是免费的。进去里面上到2楼。邮政博物馆台北馆馆内设有邮筒展示区、精品展示区、时光走廊、角落艺廊、拍照区、亲子益智区，还有特展室哦。建议逗留时间约20分钟左右，如果是带小朋友来，应该可以待更久。逛完邮博馆台北馆之后，出来去它对面看看吧。看到这一个红色的建筑这个是台北记忆仓库。记忆仓库是台北府城内仅存日本时代之商用建筑古迹之一哦。恢复后杨柔转换身份，成为认识台北旧城历史的迷你型博物馆。一进去可以看到位于1楼的川流之岛，它是一间复合式的书店，低消每人是1杯饮料。书店旁边有贩卖一些商品，或是有些模型可以参观。上海2楼这边有时候会举办一些讲座，有兴趣的也可以参加。回到我们住宿附近的北车后站商圈，来吃这间坤哥饕食，是吃炒饭炒面的。它的炒饭炒的微焦，满满锅气，饭的部分更是有股焦香味饭体不会太湿太油，它很咸哦，推荐给喜欢焦香感而且喜欢重口味炒饭的人。害怕太咸的人可以跟老板要求调味清淡一些。炒面的话，它的用料还蛮丰富的加辣超大，面体的表现很普通，但很有家庭风味的顺口感。以这个价位来说这样的 CP 值很 OK， 跟炒饭一样是偏咸的。这附近有间后羿鹅肉店听说他们家的鹅肉不错吃。经过这间大排场大稻埕卤肉饭，吃过是觉得它卤肉饭还不错，但其他餐点普通。卤肉饭的隔壁是阿彬芋圆，吃过他们家豆花，觉得豆花本地好吃，配料表现则是正常。可以看到阿彬芋圆的生意也是超好。这间三都屋爸爸嘴是这边最有名的生鱼片店，是南方澳直送的。这我们以前吃过了，它是生鱼片真的很新鲜。来喝一下果汁它旁边这家181春霞果醋茶是一间经营超过50年的老店。点了一个蜂蜜柠檬百香果，吸一口吓到。超酸，不确定是真的水果酸还是有加果酸呢。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酸，但还是蛮好喝的啦，夏天很适合。这些整排都有很多厉害的台湾小吃，像这个福源胡椒饼总是卖光光。胃口很大的我们呢，现在来吃一下这个夯仔口牛肉面。
点了他的牛肉面，大碗才120元。看似朴实简单的牛肉面啊，吃第一口就让人印象深刻。它的汤头淡淡的，却带有浓浓的中药感，很顺，很好喝，而且是用陶瓷器皿装，这点很加分哦。它肉块不多，属于软嫩好咬的类型，不是那种咬不断的难咬肉块。家常面的宽度刚好，面体口感虽然普通，但跟它的肉和汤搭在一起，就觉得很配。他们家水饺也蛮多人推荐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各点了3颗韭菜跟高丽菜，那外皮普通，但内馅还不错，是中规中矩但耐吃的那种味道。搭配店内提供的酱油啊，味道更上一层楼。烫青菜是高丽菜，店内提供的饮料是冬瓜茶，喝起来超淡。卤味端上桌，我们真的吓到了，怎么这么大一份啊？我们只有点1份花干跟1份豆皮啊，2个人吃下来觉得超级饱。它的卤味稍干哦，但是味道还不错。另外店里也有提供辣酱，还有酸菜，都是自取。哇，今天吃了好多东西啊！来逛一下华阴街吧。这块区域也称为北车后站哦，是早期时候的百货集散地。这边曾经是皮件批发地，可以用便宜的价格购入高品质的皮制品或包包。使用的旅行箱大概是市价的8折哦。许多饰品跟进口零食也可以在这边找到，并且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购入。它街道相当古色古香啊！如果对台湾感性有兴趣的人，应该要在这边取景啊。这间大展呢，里面有卖很多的包包，它的袋子也超便宜的，很推荐。老板娘人超好。这间新宇文创是艺人陈零九开的哦，热门的动漫啊这边都有，还有很多一番赏系列啊，喜欢的人可以来逛一下。这间奇多利主要是卖日本进口的东西哦，有很多精致的陶瓷品、手帕还有衣服。要是这样好逛华阴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应该5、6年有了。沿着外围走呢，也会有很多的咖啡厅，还蛮 chill 的。还有这栋很漂亮的是台湾漫画基地，这里展示了很多台湾原创漫画家的作品哦。除了卖漫画之外啊，它这里也是一间咖啡厅。这间明亮又有设计感的店是大师傅蛋挞工坊哦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肚子吃了，它的评论还蛮高分的哦。喜欢吃面包蛋挞类的朋友啊，可以来试试看。东东玩具百货，台北最有名的玩具店之一。逛到傍晚，云又有肚子了，来吃朱家嘉义鸡肉饭。它鸡肉饭的本身肉质不错，但是吃起来是有点干哦。如果可以淋上更多的鸡汁，应该会更香更好吃。整体10分大概6.5。还有那个卤蛋是额外加的，单点鸡肉饭不会付。甜不辣很软，酱汁入味，不会有死咸感，还不错。笋丝啊，感觉加了不少醋，吃起来很酸呐。来的时候烫青菜卖完了，只剩豆芽菜等韭菜呀，所以点餐前要记得问老板还剩下什么菜。最后，我们来吃阿阳意式冰淇淋，这间超有名的意式冰淇淋店，一直还没有来吃过，是外国人开的。一杯可以选2种口味，是130元。我们点了1杯，选了乌龙茶跟开心果。乌龙茶很好吃很浓厚，有点焙茶感，不是单单的乌龙茶，还多了一点奶香和甜味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吃完乌龙茶再吃开心果啊，略显普通，有点太奶了。虽然评论大家都很厉害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泰国吃过太厉害的开心果冰，所以标准变高了吧。不过喜欢开心果的人还是可以尝尝看哦。好了，我们回我们的饭店 Minder 1948休息啦，大家下次见。